威胁不给中国投资，拜登是一脸得意啊。不过呢，在威胁中国之前，拜登没先照照镜子，盟友背着美国正赶着给中国投资呢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讯说。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美国就没少威胁中国，什么中俄经济总量加起来都不到 G7 的一半，什么中国要是给俄罗斯提供援助，帮助俄罗斯绕过西方的制裁，中国也会是西方围攻的目标之一。这如今，拜登更是一脸得意，声称威胁过中国，说要是这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，那么美国和西方就会停止对中国的投资。我想，这拜登在威胁不给中国投资之前呢，肯定是没有先照照镜子。商务部的数据显示，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仍然在持续的增长，也是不断的刷新历史新纪录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投资中国的清单上找了半天都没找着美国。去年，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增长了 64.2%， 德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投资增长了 52.9% 和 40.7%。如果按照投资中国的区域划分，欧盟在冲突爆发之后更是将中国视为了第一大投资目标，投资规模直线增长了 92.2%。而这些外资规模的大幅提升，那都是在美国重返大国竞争，持续在经济和技术上脱钩，并且给盟友施压，呼吁盟友与中国脱钩，减少与中国的经贸合作，减少对中国投资的背景下出现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这些美国的盟友那是背着美国，更是无视美国的施压，赶着要给中国投资。由此便可以看出，美国的施压那是无效的。这个原因也很好理解，美国一味地逼着盟友与中国脱钩，却又不给盟友一条新的出路，美国市场的大门死活都不肯对盟友敞开。那么，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之下，美国的西方盟友根本无法拒绝中国市场，尤其是与欧美市场陷入瓶颈不同，中国市场拥有着巨大的潜力，这开放的程度也比欧美市场要高。即便是西方国家不给中国投资，中国也不缺少投资。这就好比一直都在加强对中国投资的东盟，与中国深入开展经贸合作的成果，那也是很明显的。在东盟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的背后，就是东盟牢牢将欧盟踩在脚下，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所以，无论是经济发展需求，还是眼红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利益，美国的这些西方盟友，即便美国再怎么施压，也不会与中国脱钩，这傻乎乎的放弃对中国的投资。当然，这样子嘛，那还是要做做的。西方也很配合美国，将中国视为一种挑战，开始强调起了所谓与中国合作所带来的风险。可无论是德国还是欧盟，都在强调尽可能规避风险的同时，继续保持与中国的经贸合作，绝对不会选择与中国脱钩。尤其是美国一口一个要与中国脱钩，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却在这样一个呼声之下不断的刷新纪录。其他的西方国家就更不可能相信美国的话，跟中国脱钩了。澳大利亚就是前车之鉴，这些西方国家可不想成为下一个澳大利亚，这傻乎乎的为美国冲锋陷阵，然后呢，把自己好不容易拿下的市场拱手送给美国。所以，美国的威胁还真没被中国放在眼里，美国的盟友也没太把美国的威胁当一回事，那甚至还巴不得美国跟中国脱钩呢。那这样，他们就能分到的蛋糕也就更大了。好了。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